宋婉，江州白，这就是你说的创作？我只是在找灵感，你也是学艺术的，难道连这都不懂啊？那演新娘也算吗？阿周哥哥，思思更像新娘吗？像，思思更像最美的新娘，思思更像最美的新娘。王文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打扮成这样，成为阿周哥哥的新娘，真的只是为了帮他找灵感。你就是柳思思，江州白的新模特。是阿周哥哥说，看到我更有灵感，所以我们今天才约好了，要画私房画。挑衅我就该打。你干什么？好了，思思是我喊过来的，你不要跟他计较。江州白，我跟你说过，1周后的婚礼，你随时可以把新娘换成是她。如果她当着我面不知死活的话，也怪我教训你。你怎么又说换新娘这种气话？我不过就是画个画，至于吗？婚礼上，你邀请的艺术家都在场，而我就要受到赏识，进入高端艺术家的圈层。你作为我的妻子，怎么能度量这么小呢？行了，别生气了。那我以后要画更多的女人，难道你个个都要生气啊？你怎么就不能体谅我一下？我现在看到你是真的没有灵感。你非要我葬送我自己的事业，来证明对你感情的忠贞吗？他是谁？你别误会，她是柳思思，我同系的一个小师妹。我画她是因为她很像。很像3年前的你。我画这些只是为了创作。创作？这3年来，你说我是你唯一的灵感来源，是不是唯一啊？副驾驶、锁屏、照片、微信，这点正是唯一。庸俗！那些庸俗的东西怎么能和创作相提并论？王婉，1周以后我们就结婚了。我知道，你和全国著名的艺术家就有交集，你能不能也邀请他们来参加婚礼？我相信，他们肯定会为我而来的。为你而来？对啊，为我而来。到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是我的新娘。怎么，你是不是很满意？哎呀，婉婉，这3年的灵感的确都来源于你，可我是个艺术家，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啊！我需要模特，需要新鲜的模特。那你把新娘也换成她吧，让大家看看谁是你的新模特。你这是无理取闹！我告诉你，宋婉，我会娶你，而且婚礼上所有人看到的新娘也只能是你。喂，我买了一件很性感。婉婉，1周以后你就是我新娘了，你好好冷静冷静。你柔情哄我，乖乖交出去。江州白，既然我不再是你的唯一，那要换就换个彻底。你好好冷静冷静吧。走。帮我邀请全国最著名的艺术家来港城观礼。宋婉小姐，领队前您可是世界顶尖名模，只需一句话，全国著名的艺术家都会为您疯狂。这次港城观礼是您要付出的吗？我邀请他们观看的是4天之后的婚礼。您确认要结婚了
小婉小姐，我一定把消息准时送到。能参加您的婚礼是我们的荣幸，届时我们所有人都会为您而来。江周白，你心心念念的艺术家，我给你邀请过你，希望4天之后的婚礼，你看到新娘是柳思思的时候，不要后悔。我们这是太过分了，还疼不疼？不疼了啊，周哥哥，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值。桑婉姐这么凶，要怎么做好你的妻子？桑婉要是有你这么好的性格就好了。哎呀，真是。阿周哥哥这是在暗示我吗？难道桑婉刚刚说的换新娘是真的？我就要成为阿周哥哥的新娘了吗？江周白，我非常想跟你做我唯一的人体模特。好啊。3年，我已经不再是你的唯一。我叫桑婉。江周白，江周白，既然你背叛了承诺，那我也不要你。桑婉女士，婚礼的新娘真的要换人了？婉婉。还说不想做我的新娘，明明你都已经迫不及待想嫁给我了。对，没有爱的婚礼我不会参加。这场婚礼的新娘只会是柳思思。你说新娘是谁？你想是谁？我肯定是听错了。这场婚礼婉婉期待了整整3年，甚至还给我请来了那么多知名艺术家，她肯定想嫁我都想疯了。婉婉，我知道。你很期待今天这场婚礼，别着急，你马上就是我的新娘了。你不是想去海边看落日夕阳吗？等婚礼结束，我去带你去看啊。江周白，我不会再被你任何承诺给骗了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你能不能不要闹脾气了？4天前你那么对思思确实有些过分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替你跟他道过歉。那天思思哭了很紧，她还没毕业，你不觉得那么对她太残忍了？我想怎么做，用不着你来管。你想做那样的行为艺术，我不会拦着你。但我最后告诉你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婉婉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怄气了？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不嫁，还想嫁给谁呀？还能嫁给谁？今天这话。我就当没听见。哎呀，你邀请的全国艺术家应该快到了，我去接一下啊。对了，我那天画思思感觉棒极了，你答应我，今天也要拿出你最好的状态 ，OK？Smile， Smile。桑婉小姐，您给柳思思订的婚纱到了。爸爸。为了嫁给我，还特意定制了这么漂亮的婚纱。哼，就这还说不想嫁我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路上辛苦了。来，你先进去啊，我稍后就到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当然是来参加婚礼的，我进去了，你先忙吧，周哥哥。你打电话说阿周哥哥给我订了婚纱，我的婚纱呢？喏，穿上它，成为江周白的新娘。我就知道你这么凶，阿周哥哥是肯定不会选你做妻子的。他喜欢的人是我，不然也不会画我，更不会暗示我那么多次。江周白，不要了，以后你就是他唯一的模特。等我穿上这件婚纱出现，我一定会惊艳全场的。桑婉，你输了，我才是阿周哥哥的新娘，是他唯一的模特。好啊，
那我希望你俩这一辈子一定要送死。随你怎么说，失败者就是失败者。你赶紧走吧，别耽误我和阿周哥哥结婚。江州白，既然你从始至终都把我们的婚礼当做你平步青云的照顾，那么我送你的这份大礼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哎，魏涛，魏涛，哎呦，李大师，李大师，哎呀，又想参加桑婉小姐的婚礼，这个比走红毯有谈资多了。只是没想到像桑婉小姐这样在艺术圈一呼百应的人，也会为了这么庸碌的一个男人结婚隐退。没错，要不是看在桑婉小姐的面子上，像她这种九流画手，我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桑婉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些人都是为我而来，所有人都在讨论我，我再也不会籍籍无名了。等我成了顶尖艺术家，念在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可以答应每月给你画一张，你一定会被我打动吧？桑婉怎么还没好？婉婉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等大婚以后呀，我答应你，我和柳思思就断绝一切关系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人体模特。下面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。江州白，这份大礼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柳思思，怎么样，阿周哥哥，你见到我都惊喜懵了吧？思思终于成为你的新娘了。怎么是你呀？桑婉呢？好好的，你提她干什么？你瞎说什么？今天来的都是艺术圈的顶流，这场婚礼的新娘必须是她。柳思思，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是婉婉姐亲口让我过来。胡扯！婉婉怎么可能说这些？你赶紧下去，要不然等桑婉回来就全完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让我穿上这身婚纱上台的吗？是你自己说的呀。好了，现在你就承认吧，我早就听懂你的暗示了。我暗示你什么了？暗示我说阿周哥哥喜欢思思呀，所以才会不画桑婉，只画我。还说思思更像新娘，也夸思思的脾气比桑婉姐好，暗示想娶我。你就别耽误时间了，下面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赶紧开始仪式吧，阿周哥哥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从来没有暗示过你，我更不可能娶你。阿周哥哥，你就别跟我演了，我都已经看出来了。如果你不想娶我的话，干嘛给我订婚纱呢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给你订过婚纱了？难道不是你专门给我订了婚纱，还让婉婉姐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来穿上婚纱上台的吗？你说什么？不是你按照我的身材专门定制了这个婚纱，还让婉婉姐亲手交给我的吗？你骗我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。我现在就找桑婉问个清楚。阿周哥哥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思思有证据的，当时婉婉姐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是怕她会后悔，我还专门录音了。什么录音？就是婉婉姐让我代替她成为你的新娘啊，这可是她在录音里面亲口说的。录音在哪儿呢？打来给我听听。在这呢。阿周哥哥，我知道你让我穿着婚纱上台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。可是你现在却又不承认了，凭什么？我不高兴了。阿周哥哥必须要先给我道歉，否则我是不会把录音给你。柳思思，把录音给我，这对我很重要。我说了，给我！给就给嘛，阿周哥哥，你以前可从来没有说。柳思思，我从来没有暗示过你，我现在更没时间跟你说这些。拿过来。穿上它吧，好玩江州白的新娘。
我就知道，你这么凶，阿周哥哥是肯定不会选你做妻子。他喜欢的人是我，不然你不会放我，更不会碍手弄短。江州白，你不要了，以后你真认他为江州白的心，他喜欢的人是我，以后你就是他唯一的一定心思。我当然是来参加江州白，你不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看，我说了没骗你吧？明明是你自己说的，难道你转身就想不承认了吗？不过看见这件婚纱这么好看的份上，我就不让你给我道歉。哼，这娶了桑婉小姐这样的名模，这江州白还不满足？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背叛桑婉小姐啊！要不是看桑婉小姐的面子，就台上这两个货色，我平时都懒得看一眼。桑婉小姐要是不来，哎，那咱们留在这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看呐，我们还是走吧，去找桑婉小姐。走，不能走，你们不能走！阿周哥哥，他们要走，就让他们赶紧走。婚礼仪式都还没开始呢，就已经嚷嚷着要走了。我只知道桑婉姐的脾气差，没想到她邀请来观礼的这些宾客更是没有素质。你快别说了，阿周哥哥，桑婉姐的脾气这么差，你这3年到底是怎么过的？不像我，只会听听的，只会听听的，只会听听的。江州白，你平常就是任由她这么纠缠桑婉小姐的吗？不是，难道我说错了？桑婉她到底有什么好的？我才是阿周哥哥最好的女朋友。我真替桑婉小姐感到不值。江州白，就为了她，你竟然背叛了桑婉小姐！什么背叛？阿周哥哥想娶的人就一直是我。桑婉他已经彻底输了，否则他也不会灰溜溜的逃婚啊。闭嘴！阿周哥哥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桑婉那个女人，她根本就不配。我让你闭嘴！阿周哥哥，你竟然打我，我到底哪里说错了？桑婉她就是逃婚了。不可能！桑婉绝不可能逃婚。我这么爱她，我这么宠她，我甚至愿意当着这么多名流的面宣告她是我的妻子。桑婉就绝不可能逃婚，她舍不得这份荣誉。大家如果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可以给她打个电话。不瞒大家说，这桑婉啊，做梦都想嫁给我。只要我给她打个电话，她肯定是随叫随到。我看呐，桑婉小姐若真的逃婚，对她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啊。就江州白这种货色，连桑婉小姐一根头发都配不上，居然还自认为拿捏了桑婉小姐。如果让他这种人进入了咱们的圈子，那才是艺术的耻辱。哎，大家不要生桑婉的气啊！这个桑婉啊，平时是最听我的，但是他这次玩的真的太出格了。我保证，这个桑婉现在是肯定知道错了，只要电话一接通，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向大家道歉，说一句对不起。不舍得顶尖艺术家妻子的荣誉身份，他肯定是在跟我怄气。哎，张兆白，你联系不上桑婉小姐，那就说明她已经离开了。就是，要不是你背叛了桑婉小姐，她怎么会连你电话都不接？既然见不到桑婉小姐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好。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刚才只是个意外。对，桑婉的手机啊，常年24小时为我开机，只要我给她打个电话，他肯定都是秒接的，大家稍安勿躁啊！只要我再重播一次，他肯定会接的，肯定会接的。快点接电话！快点接电话！你知不知道，这些艺术家如果走了，我就丧失跻身上流艺术圈的唯一机会了。3年，我等今天等了整整3年。桑婉，快点接电话，接电话呀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您好，您拨
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张老板，你耍我们是吧？你到底能不能联系上3万小姐？如果真是如你所说，3万小姐对你感情那么深，她又怎么可能不接你电话呀？我看3万小姐就是不要你了，我们走。别走！我能联系上3万，我还有办法可以联系到3万。他虽然不接我的电话，但是我是他的微信置顶，而且发信息永远秒回。现在啊，只要我给他发个消息，他肯定是秒回复我。3万，你搞这出换新娘的戏码，不就是想当我唯一的模特吗？只要你现在来到婚礼现场，我保证以后只画你一个人，行了吧？随了你的愿，给你台阶。我猜你现在肯定都快高兴死了吧？3万把我拉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3万，这次你玩的太出格了！明知道这场大婚对我很重要，你还敢玩小事拉黑我？就算你不接我的电话，就算你拉黑我，我也绝不会相信你会逃婚的。张老板，3万小姐已经把你拉黑了，你还不承认她不要你了？既然是你背叛3万小姐在先，那也难怪3万小姐会在这大婚的日子里消失的无影无踪了。既然主角都不在了，那我们也没有管理的必要了吧？走吧。别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是，我承认我的确在感情上对不起3万，但他让我在今天的场合出这么大的丑，我们扯平了。况且，是我给了他作为我妻子的荣誉，他不但不知道珍惜，还让我在这种场合上出丑。虽然是3万请各位顶流艺术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但3万请大家来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是她的男朋友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这个婚礼少个3万多个3万也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呀，这个婚礼完全可以继续进行的。哎呦，为了他江州白算什么东西啊？真是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呀！没有3万小姐，他算个屁呀！废话少说，3万小姐都把你拉黑删除了，足以证明她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。我们都是3万小姐请来的，既然3万小姐都不在了，我们走吧。走吧。不要走！这个3万啊，他就是这次行为太出格了，但他是绝不可能会逃婚的，而且他对我的感情很深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。我有证据，那几幅画就是我和3万感情的见证。各位，我跟3万啊相恋3年，每年的纪念日我都会给他画一幅画，并且我们约定好结婚的时候摆出来。如果3万对我没有感情，为什么还要把这3幅画带到结婚现场呢？只要这3幅画还在，我就绝不相信3万会舍得离开我。各位，这是我和3万过的第一个纪念日，我给他画的。阿周，你是不是画累了？累了就休息一会儿。我不累，娃娃，你根本不知道，我只要一看到你啊，我脑子里就迸发出无数的灵感。那有一天你画我画厌了，没有灵感了，那你是不是就要去画别的女人？不可能，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啊只会画你一个人。你永远是我唯一的模特，我唯一的灵感来源。这幅画呀，对3万来说意义非凡，他肯定会拿过来的。我现在就给你们看。3
么会这样？江州白，你看我们眼瞎呀？啊，这上面明明不是那个3万小姐啊，这分明是你和你的新模特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肯定是3万搞错了。第二幅我肯定没问题。这是我们相恋第2年，我亲手给他画的。没事的，你画不出我，可能因为没有灵感，多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我不想当一个平庸的画家，我要做顶尖艺术家。顶尖艺术家怎么可能没灵感呢？啊，顶尖艺术家怎么能没灵感呢？对，艺术怎么可能一成不变？要成为顶尖艺术家，我必须汲取更新鲜的灵感。第1幅画他肯定是3万拿错了，第二幅画3万视若珍宝，他肯定不会拿错的。你们看，不可能，这不是我画的。这不是我画的，是3万在搞鬼。这不是我的作品，我要毁了它，我要毁了它！不要啊，周哥，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回忆，不能毁。让开！如果3万走了，我的世界就只有黑暗，没有美好。3万肯定不会舍得离开我的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想让我难看。3万，就算你换掉任何东西，但你绝对舍不得换掉这幅结婚照。各位，这才是3万最真实的东西。我和3万相恋3年，这幅画我就画了整整3年，这上面的每一笔都独属于我和3万。我了解3万，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除非他彻底离开我，否则他是不会舍得毁坏这上面任何一笔。我现在就给你们看。我就知道3万他舍不得，他就是想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娃娃，等我完成这幅画，我们就结婚，然后让他在我们的婚礼上惊艳全场。阿周，我会等你一直创作完这幅画，但如果我发现你变心了，我保证这幅画上绝对不会再有我的出现。娃娃，你放心，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，你永远都是我的缪斯女神。阿周哥哥，今晚老地方见。各位，这婚纱照上的2个人就是我和3万。他既然不舍得毁掉这幅画，就说明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他舍不得离开我，
这画作上真的是桑婉小姐？难道桑婉小姐对这个江州白还有感情啊？可是这个画好奇怪啊，怎么感觉是用的可燃材料？而且啊，不瞒大家说，桑婉那么想嫁给我，甚至啊，她结婚前提前准备好婚纱，想让我留下她最美的样子。她怎么可能会舍得离开我？哎，大家伙儿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啊？火！是那幅画，那幅画烧着了！哎呦，哎，起火了！这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娃娃还给我！阿周，如果我发现你变心了，我保证这幅画上绝对不会再有我的事情。烧得好啊！要不是彻底心死，桑婉小姐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大婚现场当众把自己精心准备3年的画像毁掉啊！这江州白纯粹是活该，有了桑婉小姐这样的妻子，居然还出轨。幸亏桑婉小姐邀请我们来观宴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么无耻的畜生。看来桑婉小姐是真的离开了，辛苦一趟来观礼，没见到桑婉小姐，反而被江州白这个混蛋给恶心到了，真晦气。我非常想让你做我唯一的人体模特，我这辈子只会画你一个人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模特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六四女神。桑婉真的不要我了，她真的逃婚了。桑婉真的不要我了。他真的逃婚了，江州白，你就认命吧。像你这种货色，根本配不上桑婉小姐。要不是桑婉小姐，我们根本不会来观礼。就你还想挤破脑袋进顶流的艺术圈？做梦！既然桑婉小姐已经不要他了，就别再硬撑了，走吧。不要！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阿周哥哥，都怪那个桑婉，他自己逃婚让你丢尽颜面就算了，他居然还撺掇那么多人来捣乱，他真的是不要脸！你知道什么？啊？你知道什么？你根本不知道刚才那些人的身份，更不明白今天这场婚礼对我来说意义。阿周哥哥，那不就是一群没有素质的宾客吗？思思不嫌弃的，只要阿周哥哥愿意娶我，就算没有宾客，思思也愿意嫁给你，成为你的新娘。放开！少在这自我感动了，我的新娘只能是桑婉，都是你逼走了她，我娶谁都不会娶你的。阿周哥哥，都已经现在这个样子，难道你还要去追回桑婉，让她成为你的新娘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跟桑婉在一起3年，谁不知道她爱惨了我？桑婉无数次说过，她想成为我的新娘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她肯定不会选择离开我的。我为什么要当我的模特？你为什么要让我画你啊？你告诉我，桑婉离开我，她还能去哪儿啊？对，桑家，她肯定会有糊涂，回了桑家。对，桑家，你跟我走，你跟我一起去找婉婉，我要亲口告诉她，我以后只画她一个人。只要我跟她好好说，婉婉肯定会回来的。等婉婉回来以后，我们就重新在这些顶流艺术家面前重新办一场婚礼，到时候我就还有跻身顶流艺术圈的机会。你跟我走，走！
妈，我决定替桑家和护上皇谢寒川联姻。你跟寒川啊，从小就青梅竹马，那个时候我们还调侃你们以后一定会在一起。可惜啊，你太叛逆，事业有成以后，不满家里给你的安排，就去港城去找那个江州北。我就预感你们长不了，你果然就逃婚回来了。当年我为了他拉黑了家里所有人的联系方式，逼得父母不得不妥协，甚至为了我，给了江州白无数资源。江州白，虽然我看不上你，但是我尊重婉婉的选择。我的女儿出嫁一定是要风风光光的。这个是花费3个亿为婉婉修建的缪斯圣殿艺术馆，也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。啊？江州白，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你辜负了婉婉，那商家给你的一切我都要收回。伯母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辜负婉婉的。妈，当初是我瞎了眼，轻信了他轻飘飘的许诺，所以我现在决定和谢寒川联姻。他既然没有福气做我们商家的女婿，那我们商家给他的一切资源就都收回来吧。你和韩川的联姻在7天后，整个护都的名流都会到来，一起见证你风风光光的嫁到谢家。桑婉，你果然在这儿。桑婉，你就是在跟我怄气，否则你也不会只是逃婚回桑家告状。伯母，别叫我伯母，我可担当不起。桑婉，今天那么多顶尖艺术家全为我而来，你却毁了我的大婚，不仅逃婚，还烧了我的画。你让我在那些艺术家面前丢尽了颜面。江州白，我已经如你所愿，把新娘的位置让给了柳思思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桑婉，我可以原谅你在我面前耍脾气、使性子，但你明知道我的新娘只能是你。你为了让我哄你回去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但我告诉你，这次你闹得太过了。江州白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我在闹？不然呢？不然为什么你只回桑家告状？说吧，又跟你妈说我什么坏话了？还以为阿周哥哥是来挽回桑婉的，现在看他对桑婉的态度，我还有机会。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无非就是说什么我为了艺术给思思画4幅画之类的。哎，桑婉，你虽然只是个模特，但好歹也是艺术圈的，格局打开好不好？有点容忍之心好不好？一有事就回家告状，你是小孩啊？你以为你们桑家有几个臭钱，全世界都该围着你转？我是个艺术家，创作需要灵感，源源不断的灵感。我在你身上汲取不到，当然要找别的女人啊。好啊，既然你在我身上找不到灵感，那你就应该带着你的灵感继续艺术创作。来我们桑家干什么呀？说的好听，哎，你明知道我还得靠着桑家给的资源活，离开桑家的支持，就算我的天赋再出众，艺术圈也容不下我，因为我太优秀了。而你们桑家碾碎了我作为男人的尊严，用桑家的支持换我娶你，而你更是逼迫我只能画你一个人。3年了，啊，你们折磨我折磨的还不够啊！江州白，你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界！明明是你一次一次许诺在毁诺，说的好像我们逼你一样。江州白，你放心，7天之后大婚，我们都会如愿。大婚？你要跟谁结婚？当然是跟谢。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，他今天逃婚闹出这么大的篓子，肯定已经知道错了，却又不好意思直接跟我示弱服软。
所以才会暗示7天后补偿我一场大婚，还我一个惊喜。毕竟他做梦都想当我的新娘，除了我，他还能跟谁打婚？闪开！姐姐，我知道你嫉妒我比你年轻，比你漂亮，所以你不想让阿周哥哥画我。可是我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你跟阿周哥哥回去，我保证再也不做他的模特了。你放开！你为什么打我？桑婉，我不就是给思思画了几幅画，你干嘛打她？你为什么老跟一个小姑娘过不去啊？江州白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一巴掌才是我打的。我警告过你，别让他在我面前不知死活，否则我会教训他。桑婉，我知道你是在嫉妒思思，但是我现在确实只有画她才有灵感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画思思行了吧？哎，但这对她也太不公平了。我可以答应娶你，但你必须补偿她。我补偿他？对。等我跻身顶尖艺术圈，你作为我的妻子该多骄傲啊！你们桑家又该享受多大的荣耀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仅是你，整个桑家都得感谢思思。只要你答应不再找思思的麻烦，等我继承桑家的财产之后啊，我可以每个月给你开工资4000，够不够？笑什么？江州白，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思思，这是缪斯圣殿艺术馆的钥匙，我现在代替桑婉送给你，就算他对你的补偿和道歉。江州白，这是我妈送给我的大婚礼物，你凭什么讨好柳思思就送给她呀？给我！桑婉，你什么都有了。我只是为了补偿一下思思，你干嘛老跟一个小姑娘过不去？我有什么了？你有我呀，这还不够啊！而且桑家家大业大，区区一个艺术馆。再说这是你妈送给我的，该怎么处置就由我说了算。你瞪他干什么？这不关思思的事啊！你以后别再想当着我的面欺负她。江州白，你那么爱柳思思，你怎么不把她拴在你的裤腰带上啊？我已经把位置让开，你别再来纠缠我。桑婉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？7天后你就不怕我不答应你成为我的妻子啊？7天后成为你的妻子？是啊，刚才明明是你自己说的，说7天后我们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再说了，谁不知道啊？你做梦都想嫁给我。江州白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嫁的人是你啊？没错。哎呀，我都猜到了，你7天后就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用来弥补你逃婚犯下的错误。行，我答应你这件事情啊，原谅你了啊。哎，你说你这马上就要成为我的新娘了，应该都快高兴死了吧？婉婉呐，你以前就是这样。只要我一不理你，你就会立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且主动准备惊喜来讨好我。趁我现在还愿意给你台阶下，收起你拙劣的表演啊，否则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江州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护都这么多男人，我凭什么就嫁给你啊？哪怕纵观整个护都，我也是最有可能跻身顶尖艺术圈的人，是能够带给你荣耀的人。桑婉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该做的不该做的全都做了，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啊？江州白，你真让我恶心，让我感觉这3年的付出廉价的想吐。桑婉，我是你唯一的男人，除了我，你还想嫁给谁啊？护上环线寒川啊！
没错，我要嫁的人就是护上皇谢寒川。这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！思思，你有没有听到他说什么？他说他7天后要嫁。哥哥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桑婉他就是在吓唬你。阿周哥哥，虽然我也不想让桑婉嫁给你，可是他这个谎言也太低级了。护上皇谢寒川是什么样的人物啊？整个护都有1半多的产业都是他们家的。像他那样的男人，有多少女人排着队在等？他桑婉就算是倒贴，人家也不一定会正眼看他的。没错，这桑婉爱我爱的要死要活的，她不可能嫁给别人，我也不允许她嫁给别人。阿周哥哥，我真替你感到不值。这桑婉心里明明就还对你有感情，可是这嘴上却还是不依不饶的。她脾气这么差，你要是娶她的话，还不如出家当和尚呢。我告诉你，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就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，让她好好反省7天。7天之后，她要是不请全国顶尖艺术家来观礼，并且当众向我道歉，到那时候，我就算娶你，也不会娶她。3万小姐，为了打造这条婚纱，谢少包下了一整座南非的矿脉，上面的每一颗钻石都是他亲手镶嵌的。您穿它上台，一定会惊艳全场。婉婉，3年前放我鸽子，如今我请了整个护都名流来观礼，我等着你当众宣布我们的喜讯。谢寒川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逃了。我就说嘛，3万小姐怎么可能嫁给江州白啊？那场婚礼就是个乌龙。也只有护上皇谢寒川这样的人物才配得上3万小姐。怎么回事？总感觉会遇见一些讨厌的人。讨厌的人？这是阴魂不散啊，晦气。桑婉，还说你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把这些艺术家一个不落的请到这里，除了还我一个被你毁掉的婚礼外，还能有什么可能？走吧。这为了给我一个惊喜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竟然不惜编造出和护上皇结婚的谎话。这是护少皇谢少的婚宴，麻烦出示请柬。你说谁？如果你拿不出请柬的话，我们只能把你请出去了。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撒狗！别来，咱们进来。护都有几个人见过护上皇谢寒川的脸？听说护上皇总是喜怒无常，要是惹到他，才真是踢到铁板上了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今天的新娘新福登场。3万小姐，是3万小姐。也只有3万小姐这样的顶级名模，才值得我干爆相机。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缪斯女神。没想到婉婉为了给我一个惊喜，这7天煞费苦心定做这条新婚纱来惊艳我。这是护少皇谢少的婚宴。听说护上皇总是喜怒无常。婉婉，快跟我走！
么要跟你走？可是你还没闹够啊！就算你要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来赎你逃婚的罪，也不用和护少皇谢寒川选在同一个地方啊！江州白，7天前我就告诉过你，今天我们都能得到想要的，你听不明白吗？你明白，我全都明白啊！你穿婚纱走花路，你搞这么一出，不就是想让我原谅你，让我成为我的新娘吗？好，我原谅你，我也让你成为我的新娘，但真的不是现在，你绝对不该是在这里啊！老板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捅了多大的娄子？这可是护少皇谢寒川的婚礼，你抢了他妻子的风头，谢寒川的怒火你承受不起，你们桑家更承受不起。江州白，我要嫁的人就是……嘘，别说了，你想嫁给我的事情，非得要向全世界宣告吗？啊，你非得让谢寒川也听到吗？你要毁了我的未来，葬送我的前途吗？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，再不走，谢寒川来了就走不了了。骚婉，你疯了！我来救你，你居然打我！谁说我今天要嫁给你啊？你不嫁给我，你还能嫁给谁呀？当然是护上皇谢寒川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也不让你在这自作多情什么，还不知所云的。不是骚婉，你有意思吗？我都原谅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因为思思的事情，你非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吗？好，就算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现在能跟我回去了吧？还有啊，回去之后选个好点的大婚场地，然后把那些艺术家都邀请来观礼。要是连这点小数都办不好，我还是不会娶你的。桑婉，你还耍小性子呢？你就不能和思思一样懂事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看在你今天诚意满满的份上，就算你穿婚纱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会看你一眼的。好，江州白，既然你连体面都不要了，那我再宣告一次，我不要你了，江州白，我嫁谁都不会嫁你。你说什么啊？你不要我了？你今天搞这么大的阵仗，你说不嫁就不嫁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得罪了护上皇谢寒川，如果老子不娶你，我看谁还娶，谁还敢娶你？你不娶我娶。谢寒川，你终于来了。你是谁？你还不配知道。我都不认识你，你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一巴掌？错了，是2巴掌。这是护少皇的婚宴现场，你敢在这儿闹事儿？知道还在我面前跳，再送你1巴掌。还好我没来吃，不然我的大婚之日，妻子被人抢走，还不成了整个兔都的笑话呢。婉婉，这些年你为什么都不理我？南川，抱歉，我没关系，就算过程是错的，结果是对的就好。干什么？你把手给我放开！桑婉是我的女人，我不许你碰她！就是这个蠢货，白白浪费了你3年的青春。没关系，现在后悔也不晚。我告诉你，你我都是客，就算你认识桑婉，你也不该一上来就打我。不该？难道打一个眼盲心瞎的蠢货还需要挑日子吗？说什么？我眼盲心瞎？难道不是吗？婉婉看好你，桑家支持你，你不仅违背诺言，居然还背叛出轨。
错把榆木当珍珠，说你是一个眼盲心瞎的人，都是抬举你。像你这种烂人，根本就不比婉婉多看一眼。桑婉，你又当着外人的面说我坏话，又污蔑我。难道陈述事实也算是污蔑？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你什么人？真是可笑！今天是我的大婚之日，你连邀请函都没有。我放你一马，让你进来观礼，你不但不感恩，居然还要质问我是谁？谁说我没？你是呼少皇，谢寒川。你是呼少皇，谢寒川。从来没有人见过那种神秘的护上皇，是我们今天来着了，不仅见到桑婉小姐，还亲眼看到了谢少，这才叫郎才女貌。像江州白那种货色，给谢少提鞋都不配。听说这位护上皇谢少本身就是一名顶尖艺术家，要是桑婉小姐和他结合，那肯定会震惊整个艺术圈。不可能！护上皇地位尊崇，怎么可能会看上桑婉？还有你，谁能证明你是谢寒川啊？我可以证明。我母，就算你想帮桑婉，也不该找这种冒牌货来这演这种戏，撒谎骗我。撒谎？桑婉就是个模特，她崇拜我，她更期待我成名后带给她的荣誉。这3年，桑婉做梦都想嫁给我，她根本就不会选择其他人。我了解桑婉，她对金钱名利淡泊如水。如果她不是你们找来演戏的，桑婉又怎么可能突然就嫁进谢家这种豪门？好，我来告诉你因为什么。好，我来告诉你因为什么。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嫁给谢寒川的，但是因为当时年少无知，被你蒙蔽了双眼，我以为真心能换来永远，却没想到我差点烂在这青春里。难道就因为我曾经为你放低择偶标准，你就心安理得，觉得我们桑家为你的付出都理所应当？难道就因为我在牛粪上开过花，我就应该让这滩烂泥觉得我只属于他？江昭白，看，我的丈夫是谢寒川，就算你怀疑也好，就算你觉得我演戏也好，我也要穿着这身婚纱嫁。我说的够清楚，你听得够明白吗？婉婉，这把钥匙我帮你收回来了。不仅是他，我们桑家给江州白的一切资源，现在全部都要收购。他休想再花我们桑家1分钱。真是大快人心呐！这样的凤凰男就该用这种方法来惩治。哼，没了桑家的支持，你江州白就算去天桥上卖画也没人要。这下正好也彻底断了他进入艺术圈的念头，省得给咱们这个圈子招来个祸害。就这种脑子不好使的货色，治好了也是流口水。桑婉小姐这样的名模，不图名不图利的捧了她3年，居然还出轨，你现在这个下场都是自己作的，活该。不可能！不是的，婉婉，你告诉我，你们这是在演戏，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婉婉，你说句话呀！算我求你了。就凭你，也值得我和婉婉大费周章的陪你演戏吗？婉婉，你真的要嫁给谢寒川了吗？原来7天前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，你根本就不会跟我结婚。江州白，我们给彼此留点体面。谢寒川先生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娶桑婉女士为妻？无论未来健康还是死亡，始终愿意忠诚于她，照顾她，呵护她，直到永远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桑婉女士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谢寒川先生为妻？无论未来健康还是疾病，富有或是贫穷，始终愿意对他不离不弃。我愿意。我非常想让你做我唯一的人体模特，但我知道这不太可能。好啊。
婉婉，嫁给我好吗？嗯。谢寒川先生，现在你可以拥吻你的新娘了。好。我不愿意，我不愿意。婉婉，你怎么能嫁给除我之外的男人呢？他一点都不适合你，他根本就不了解你。江周白，你跟婉婉认识是在3年前，我跟她是青梅竹马，比你更早认识她，而且我比你更了解她。我跟你不一样的一点，是我不像你一样把什么誓言、爱她的屁话天天挂在嘴边。我会一辈子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爱她。阿周哥哥。就算桑婉不要你了，还有我呢。阿周哥哥，就算没有桑婉，你还有我。思思愿意嫁给你。阿周哥哥，思思不要什么美术馆，思思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愿意对我好，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妻子。你又穿婚纱来干什么？啊？还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多吗？阿周哥哥，不是你说的吗？要是桑婉不给你赔罪的话，你宁愿娶我也不会娶她的吗？她现在不仅不给你赔罪，甚至还要嫁给别的男人，而且我都已经放下矜持跟你求婚了，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愿意娶我。对，不愿意。这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人什么都不图就心甘情愿为另一个人好的？啊，就算我现在穷困潦倒，我也是最有潜力的艺术家。你想趁我落魄的时候攻入我的心啊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宁愿吃仙桃一口，也不愿意吃烂杏一筐。死心吧！其实我一直都在骗你，就算你在我面前穿10次婚纱、100次婚纱，我也绝不可能娶你。阿周哥哥，你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答应过我了，你明明已经亲口答应我了。柳思思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啊，我从来没有对你有过半点感情。阿周哥哥，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不爱我的话，为什么要让我当你的模特？为什么要一直画我呢？我之所以画你啊，那是因为你身上有桑婉以前的影子，我能在你身上找到一点灵感而已。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，你也只是代替桑婉的代替品。代替品听得明白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为了灵感，我不停画你的身子，画你的脸，我甚至在风月画室画你的私房画。我做这些都是为了灵感，为了艺术，为了今天能够受到赏识。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因为啊，你对我的未来没有半点价值。现在听到这些，你满意了？啊？价值，在你眼里，就只有冷冰冰的价值。如果你不爱我，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？为什么要在床上和我做那些事儿呢？你还曾经许诺我，等你功成名就了，你就踢掉桑婉娶我的。蠢货！男人在床上的话你也信啊？告诉你，就是你害得婉婉跟我离了心，就是你毁了我的前程。婉婉现在嫁给了谢寒川，他彻底不要我。你现在去跟婉婉下跪，你求她不要嫁给谢寒川，你求她回到我身边。去啊，去啊！阿周哥哥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不管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够代替婉婉成为我的新娘，你更没有资格穿上这身婚纱。把婚纱给我脱了！我让你把婚纱给我脱了！不要！柳思思，你活该！也不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你更不该穿上这身婚纱，试图代替婉婉。为什么要勾引我呀？啊！婉婉那么爱我，
要不是你，现在跟婉婉结婚的人就是我。要不是你，我现在早就跻身顶流艺术圈，成为受人敬仰的顶尖艺术家了。江周白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破坏了你桑婉的感情吗？明明是你，是你亲手把桑婉逼走的，是你亲手把桑婉逼走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婉婉相爱3年，我怎么可能逼走她？我爱她，没有人比我更愿意婉婉成为我的妻子。你爱的根本就不是桑婉，你爱的是桑婉能带给你的前程。既然你能把她当成用完即丢的踏板和工具，那你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抛弃你？给我闭嘴！我爱桑婉，她是我唯一的缪斯女神，我唯一的模特。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桑婉，那你为什么要画我呢？你说她是你唯一的缪斯女神，为什么你看到她却再也没有灵感？那是因为你早就精神出轨了，可是你偏偏就不敢承认。桑婉美容人你一次，你就自满3分，你自以为桑婉受你的控制，她生气了，你哄哄就能好。还有，你说你那些私房画是艺术，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满足于精神出轨，想用肉体来弥补你艺术细胞的空缺而已。闭嘴！江周白，你那些作品根本就谈不上是艺术，像你这种灵魂肮脏的人，也不可能当上艺术家。糟蹋颜料，侮辱艺术，六亲不认，自命不凡，自私自利，这就是你，江周白。现在你就承认了吧，你既没有爱过我，也没有爱过桑婉，从始至终你爱的人就只有你自己。像你这样的男人，根本就没有女人会喜欢，孤独终老就是你的宿命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成为别人的老婆，而无能为力，这就是你唯一的结局。你放屁！怎么，被我说中恼羞成怒了？你现在后悔了？后悔当时不应该出轨，后悔不应该对不起桑婉。我告诉你，迟了。就是因为你一次次的偷腥成功，所以让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拿捏住桑婉。可是你没有想到会有失控的这一天。江周白，我告诉你，伤害了就是伤害了，就算你现在去跪在桑婉面前求她原谅，她也不会正眼看你一眼。爱从来都不是在一天消失。江周白，是你自己亲手把你的女人推向别人那里，你就是一条自负、恶心的可怜虫。我去过荒无人间，看过浪漫风月，可领略风景万千，不遇见你一眼。四山海里别去不同世界，我们啊天涯不相见。你总是恰合时宜的再见。滚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滚！婉婉，你不是真心嫁给谢寒川的，对不对？是桑家逼你联姻。对，是谢寒川逼你嫁给他。婉婉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要把你追回来。
这都看几分钟了，还没看够啊？这么长时间都等，还差这一会儿啊！马上就到家了，你不要在车里。等不了。婉婉，谢谢你，没有拒绝我。谢寒川，谢谢你等了我这么久。就光说啊，这可没有诚意。婉婉，我的夫人。欢迎先生太太回家。就回个家而已，干嘛搞这么大动静？快放我下来！谢家多了个女主人，要是连这点排面都没有，别人该笑我沪上皇是徒有虚名罢了。放我下来，快点儿！走。以前别墅里连只母苍蝇都不让飞进来，这位桑婉小姐到底什么来头，能把谢少迷成这样？我在谢家5年，就没怎么见谢少笑过。这位桑婉小姐一来呀，咱们这位沪上皇嘴都没合拢过。别议论了，谢少的规矩你们都懂。进了谢家的门，从此没有桑婉小姐，只有谢太太。是。齐活。我知道你对辣椒过敏，所以这几道菜啊，我都做的清淡。没想到我们大名鼎鼎的沪上皇居然会亲自下厨。快尝尝我的手艺吧。哎，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菜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的喜好我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了。这几道菜我可是练习了上千遍，就算是国宴名厨来，我都敢跟他较量较量。你就吹吧，尝尝。即使是江州白，也从来没有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关心过我。阿周，你忘了吗？我辣椒过敏，疼起来要命的那种，你不能吃辣。而且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菜，一个我爱吃的都没有。什么过敏啊？啊！我看你分明有矫情，离了桑家就别耍大小姐脾气。我待会儿还得画画，没时间迁就你。你要吃就吃，不吃就饿。谢寒川，他贵为沪上皇，他居然能做到事无巨细。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？我想我这一次是找对人了。来吃。谢寒川，你干什么呢？神神秘秘的。啊！怎么了？水温太烫吗？不应该啊，我刚才试过了，水温刚刚好。我没想到你会帮我洗脚。
谢少，你要的财务报表我拿过来了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把这个倒了。好的。你说这副都商界的护上皇给我洗脚，这要传出去，你怎么立威啊？如果说连爱自己老婆都影响立威的话，那我护上皇的位置也不可能坐这么久。外面有谁不服的话，就来干仗。生意场上的仗，我还没怕过谁。护上皇的位置可不是谁一朝一夕就能把我拉下马的。那既然你不怕外话，那家里的下人背后议论你，怎么办？他们要是议论，就让他们议论呗。谁让我有这么一个可爱美丽的老婆？自己的老婆就得自己宠着。有的时候我真感觉你像个小孩，就跟外人说的一样。你喜怒无常。一会儿就让你知道大人和小孩的区别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心在你眼里，你的笑映在了我梦里，当夜幕快降临，趁你耳朵听你的秘密，拥抱是爱人的默契，让心跳从这一刻共鸣，我们的相遇绝对命中注定。Can you feel me？ 有爱总会风败后来，对视一秒就确定合拍，不想只停留在 say hi， 想解锁更新你的对白，烟花下慢慢靠近。跟你说原因，让晚风窥探我的心，像爱星空那样爱你。哎，婉婉，张若婉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婉婉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对我，别这么冷淡啊！我对你冷淡一点你就受不了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你当着我面背叛我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婉婉，我们谈谈。好吗？谈什么？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呀？哦，谈谈你给柳思思画那些露骨的照片，或者是谈谈你们是怎么在我的床上翻云覆雨的。我悔迷心窍，我对不起你，婉婉。可是我们曾经那么相爱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晚了，江先生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的先生是谢寒川。可是婉婉，我江先生找我谢某人的妻子有何贵干啊？婉婉是我的女人，谢寒川，我不管你是护上皇还是金圈太子，我都不许你碰婉婉。婉婉，乖。你也不想被他一直纠缠。谢寒川，放开我！够了，江州白，你我认识3年了，你应该最清楚我这辈子最不会原谅的就是背叛。更何况呢，你在我这儿从来都不是什么必须选项，只不过是我情窦初开时的错误选择罢了。婉婉，江先生，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恕不奉陪。我和婉婉还有正事要做。寒川，婉婉。你到底忘了没有？忘了没有？忘了没有？我和你一起承诺每一个梦，每一
把你的晚安变成孤单，只能在回忆中拥抱我。你到底忘了没有？忘了没有？忘了没有？你爱我是你亲口的承诺。婉婉，阿周，你看今天的夕阳好美啊！快来，你不是答应和我一起看的吗？阿周，婉婉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辜负了你，我背叛了你，辜负你那么多次，对不起。阿周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永远是我最好的阿周。可是婉婉，我以为你要嫁给别人了，我以为你再也不要我了。好在你现在回来了，婉婉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把你丢下了。阿周，我怎么可能会不要你呢？可是婉婉，我真的感觉好不真实啊，就好像我一松手你就会消失一样。阿周，我不会消失，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？要在婚礼上铺满鹅毛，我们还要去海边看夕阳，我还得穿上漂亮的婚纱，成为你漂亮的新娘呢。对，我彻底醒悟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海边，去结婚，去领证。我这次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求你能够留在我身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希望你下辈子结婚再早一点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能没有你啊，婉婉。如果只是幻境，为什么要让我醒来？至少在幻境里，婉婉还可以和以前一样，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江州白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创伤。婉婉，我不相信，3年的感情你说放下就放下，哪怕有1/1000的机会，我也要把你追回来，否则我和死有什么区别？行了，你命啊真大，要不是有人在路上发现了你，给你打了120急救电话，外面下这么大的雨啊，你早就……哦，明天啊有一场小型的油画拍卖会，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家，拍品啊也是一些不入流的画作。怎么，你感兴趣？正好明天我上夜班，要不这张票就送给你吧，反正也不值几个钱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婉婉，你看，连老天都在给我机会挽回你。今晚最后一套拍品是缪斯女神系列，来自一位叫江州白的画手，起拍价100块。哎呀，100块，这简直就是侮辱艺术嘛！江州白是那个最近在艺术圈臭名远扬的江州白吧？忘恩负义，名声臭了，这幅画不值钱。绘画底子一般，偏偏还叫什么缪斯女神，就不怕被人给笑掉大牙吗？九流画家加上烂俗题材，这画呀放在美院，我当厕纸我都嫌硬，就算底拍价才100，我都没有这个竞价欲望。画是100，但我听说画中的女主角是名模桑婉，霍都桑家大小姐，霍少皇现还出了妻子。江州白是不值钱，
但桑婉可是名模，是顶。我也听说过，这桑婉可没让几个画家给自己作画，仅有的作品还在一场乌龙婚礼现场给销毁了。没错，这幅画的珍贵之处在于画中之人，而不是画家本身，请大家重新估价。1万块。10万。100万。谁都知道护上王早期，如果这幅画能拍下来送给谢少，作为他伯妻子也相当于礼物，那么这幅画的价值能翻100倍不止。我是这幅画的原作者，我出500万。江州白，你也算是个人物了，大家伙都在嘲笑你，这个时候还敢承认自己是这幅画的原作者？一个落魄的画家还失去了商家的支持，500万，你从哪儿拿出这么多钱？我可以卖画，卖房子，卖掉一切我可以卖掉的东西，卖掉我身上的器官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卖血，去贷款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也要得到这幅画。桑婉是我唯一的缪斯，我弄丢了她。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回他的机会，希望大家不要再跟我竞价了。江州白把自己唯一的模特弄丢了，是什么感觉？女神愿意栖身给你一个穷画手作画，你偏偏还背叛，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我没有丢，只要我买下这些画，唤醒桑婉的记忆，他就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。我的桑婉就是被谢寒川的甜言蜜语给骗了，他是不会离开我的。500万一次，500万2次，500万3。有人点天灯。这么小型的拍卖会竟然有人点天灯，哎，这究竟是谁啊？看着眼熟，好像是王婉。一定是你，就算你藏得再深，我也一眼就能认出你。真的是桑婉小姐，没想到真正的缪斯女神居然到了现场。桑婉小姐，现在这套画作归您了。婉婉，真的是你啊！你终于愿意见我了。婉婉，你也是为了这套画作来的，你也舍不得这些画对吗？我确实是为了这些画作来的，但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能！婉婉，你都买下这些画了，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你心里放不下我，放不下我们的曾经，对吗？恰恰相反，我正是因为要和曾经断干净，才来。你撒谎！我不希望我的画作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。什么叫不该出现的地方？除了我和谢寒川的结婚照之外的任何地方，尤其是有你的地方。桑婉，这些可都是我当年亲手给你画的画像，你怎么说话能这么决绝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既然要拍下这些画像，珍藏我们的回忆，就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是我之前说的话不够清楚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们彻底结束了。不可能，婉婉，不可能！你看这些画像，这幅是3年前纪念日我亲手给你画的，正是因为这幅画，才激发了我的灵感，才有了后来的我呀。启发了你什么？出轨、背叛？你说的后来的你又是谁？给柳思思画私房照的你吗？婉婉，你能不能给我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啊？画错了可以擦了，是可以改的，人犯错了是可以被原谅的呀。油画不是线稿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我凭什么原谅你呢？你都已经要拍下这些画珍藏我们的爱情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宽容一次呢？张州白，有妄想症就去治治口子。婉婉买下这些画，根本就不是为了生存。替人僧果然像传说中一样生人勿近，也只有对三婉小姐这样的女人才会露出一丝笑容。方婉小姐还有顾上皇、谢寒川合体出现，今天这场拍卖会算是来值了。
他没欺负你吧？没有。谢寒川，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啊！但我劝你不要插手，这是我和婉婉我们2个人的私事。婉婉，我觉得你应该给犯错的人一次机会。倘若你真这么狠心，又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宁可点天灯也要拍下这些画呢？江州白，他买这些画是为了放屁！谢寒川，我看你就是吃醋了。别看你和婉婉青梅竹马，就算这样，也比不过我们在一起3年的刻骨铭心。对，3年，1095个日夜，26280个小时。你口口声声自诩艺术家，结果就证明你眼中的缪斯女神画了这么区区几幅画。那是因为我给桑婉画的每幅画都充斥了大量的感情，寻找灵感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我跟桑婉私定终身的时候，你对她根本就没有感情。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直在利用她。你差点毁了桑婉的前途。你知道她为了给你当模特，推掉了多少片约，多少顶级约拍，多少绘画名家吗？你说让我等你成为大画师，我信你，我倾尽桑家所有资源为你开路。你说你会保护我一辈子，保护我成缪斯女神，可还击我的是你出轨柳思思。我只是你众多模特中的一个，像你这样贪婪的人，今天可以抛弃我，那你明天就可以抛弃柳思思。但你不应该把深情挂在嘴边。婉婉，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。但是婉婉，我求你看在这2幅画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，我保证一定会成为你合格的丈夫的。滚开！我不想再看见你，我只是眼瞎了。我成为你的人体模特。婉婉，不要烧，不要烧婉婉！婉婉，这上面的每一笔都代表了我曾经对你的感情啊！婉婉，你摸摸它们，你摸一下，你曾经那么爱这几幅画，你怎么忍心的呀，婉婉？婉婉，你再多看我一眼，就看我一眼，你不要这么对我，你这样对我会受不了的，婉婉。你死心吧，我是不会让你再靠近婉婉的。哎呀，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！桑婉小姐托举了江州白3年之久，却被辜负。哼，能有今天，也算她咎由自取。既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还在这里纠缠不休，江州白，像你这样的渣男，别是桑婉小姐这样的名模，哪怕换作是我，都绝不原谅你。江州白，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，你现在哪儿还有一点艺术家的样子，就跟一条可怜的狗一样。迟了。桑婉，3年的感情，你爱了我3年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哪怕就一次。这3年，我拼尽一切的对你好，可换来的是你一次一次出轨柳思思。江州白，你心但凡不是石头，这3年我该把它焐热了吧？我的心早已被你伤得千疮百孔。这3年来，原谅这个词我说了无数次，我累了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原谅你。如果我的惩罚是避免不了的话，那你也应该等到我找回柳思思，让她向你跪下赎罪，磕头赎罪啊！婉婉，这是我能够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，我求你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从来都不怪柳思思，因为我相信，她就算再怎么挑衅我，就像你说的，她勾引你，只要我们恪守本心，她不会不原谅。如果一张纸，她擦什么都是脏，那只能证明不是东西脏了，而是纸的本身就是脏了，也就是活生生的逆子。还有，你不要挑战一个女人的底线，你玩弄那么多次柳思思，你会遭到反噬。
不要烧啊！不要烧！哪怕你要烧，也留下一幅好不好？就算不能作为我们相识的见证，至少也能当成是你这3年青春的见证啊，婉婉。求你，好吗？哎呀，曾经那么高傲的一个人，今晚也会卑微到如此地步，真是让人唏嘘啊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江州白，你今天所遭受的一切，相比于3婉小姐这3年来的背叛，简直就是个开胃菜。也不知道他以前背着3婉小姐和柳思思乱搞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为了一幅画给3婉小姐下跪？哎呀，当一个男人放下尊严的时候，去跪去求，这个时候的他跟死掉也没什么区别了。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，更没有重来的机会。他要是把犯下的错嚼碎咽了，我还敬佩他是个男人。可他现在跪下卑微恳求，我反而觉得他是个窝囊废。啊！我就知道你是……不，错了，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，你怎么忍心的？我就是要和之前做一个切割，我就是要跟你断得干干净净。皮姐，皮姐，我还有机会。你看，我们的画，这是我们的以前啊。江州白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破镜是不可能重圆的。江州白，我不希望在你身上浪费的这3年，我留下一点不愉快，所以咱们2个最后的联系，我一把火烧。你回去去找柳思思吧，不要再来附会我的戏。婉婉，婉婉，你能不能别生我的气了？我真的受不了啊！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？我保证以后没有以后了。有，婉婉，一定有的。我就鬼迷心窍，被柳思思蛊惑过那么一次。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看其他女人了。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里都只有你一个人。回来吧，婉婉，我不能离开你啊！是柳思思她骗我，她诡计多端，她用尽手段在理解我们的感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我们的感情真的好到坚不可摧的话，谁又能离间得了呢？如果我们的感情脆弱的像张窗户纸，不需要别人理解，自己就会被捅破。江州白，为什么在你的逻辑里，你永远是受害者？你是被动的，被人推着向前。是我破坏了你的未来，是柳思思破坏了我们的感情。你真的就这么干净吗？你凭什么这么干净？我真替柳思思感到不值。她曾为你豁出去尊严爱你，她却被你伤得遍体鳞伤。但不过，柳思思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你是真的想把我找回去吗？也只不过是想利用这样的方法，让你的前半生显得不那么失败。毕竟你一帆风顺的前半生，没经历过现在这样的失控。只要我现在原谅你了，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都会重演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原谅你。愿此生你我不负相见。婉婉，柳思思，你不要伤害她。柳思思，你疯了，把婉婉给我放开！是，我是疯，但是你们所有人都和我一样疯了。桑婉，你该不会觉得你替我打抱了不平，我就会放你吗？我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，全部都是你害的。凭什么他江州白爱你，谢寒川宠你，而我呢？丢了清白，
丢了尊严，成为了江州白招之即来挥之去的玩物。三婉，你多清高啊，你多了不起啊！你凭什么能站在台上慷慨激昂的像个圣母一样？你凭什么要原谅我？柳思思，你还年轻，你别冲动，你千万别做傻事。明明就是我毁了你的爱情，是我挑拨了你和江州白的关系，你难道不应该像一个怨妇一样，恨不得把我拍在地上吗？你怎么不愤怒？你怎么不恨我呢？你该不会真以为你自己看透我了，觉得我不可杀你？柳思思，你要是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一定让你陪葬。江州白，你这句话说的倒是没错，你从来就对我没有半点感情，你只是把我当床伴而已。你可以随时为了桑婉牺牲我，我今天就要毁了他，我要让你们都得不到他，我要让桑婉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刘思思，你把他放下，你冷静一点。凭什么要我放下？那桑婉想不要就不要的爱情我都得不到，我难道不能找他收点利息吗？柳思思，为了江州白这样的男人，你不值得，那都是受害者。你说的轻松，那是因为你已经得到过。明明你还在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偷偷在一起，可是你走了，他却彻底不要我了。他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你们都是骗子，都是骗子！柳思思，你凭什么威胁婉婉？你就是桑婉的一个影子，一个代替品。我这辈子到死都爱婉婉一个人，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她，我绝不允许。周白，你够了！桑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爱上江州白，更不该一起刺这些。你别说话了，调整呼吸。婉婉，你干什么？他刚才想要杀了你，我是在救你，你干嘛还要拼了命救他？我告诉你，就算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拦住他。敢伤害婉婉的人，我会让他付出100倍的代价。江州白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！这是匕首模型。思思他没想害你，他是故意的。那为什么？他明知道这是在飞蛾扑火啊！为了你，思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拿一个道具测试我？你知道的，我根本反应不过来的。柳思思，他根本就没想过对我下手，他只是想看看他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的选择会不会是他。你把所有过错推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都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一句话。江州白，你真正辜负的人不是我，是为了你穿了2次婚纱的柳思思。他那么爱你，你把他伤得这么重。桑婉，我好嫉妒你，有那么多人喜欢你，但是我也好羡慕你。思思，柳思思，你醒醒！思思，思思，医生说他被江州白撞伤了大脑，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至于江州白，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你们都为以前的事情付出了代价，我们扯平。我现在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以前的事情就留在以前吧。柳思思，江州白，往前走，不要再回头了。谢谢桑小姐。桑小姐现在已经怀孕2周，目前胎心平稳，孩子发育得很健康。我怀孕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婉婉，谢谢你把这个小天使带到我身边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等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一定要把他培养成最顶尖的艺术家。桑婉，你要
三婉，如果有来生，愿你平安顺遂，不要再遇到我这种烂人。祝你们幸福。